我年薪100万，月月打钱回家，给老家盖房，借亲戚几十万，从不催债。就因为28岁没结婚，我成了全家的罪人。二姨逼我嫁给刚出狱的人，女人嘛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三舅妈造谣我不能生，赚再多有什么用？绝户头一个。我爸摔碎茶杯，不结婚就滚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我笑着点头，行，我结。转头花5万租了个短剧演员，扮成霸总，开着100万豪车回村办婚礼。婚礼现场所有人都疯了，只因我承诺双倍返还份子钱。二姨当场掏5万份子钱，就等我返她10万。三舅妈抵押房子凑8万，求我给儿子安排月薪1万5的经理岗。骂我最凶的大姑，舔着脸塞10万，就为让他儿子接1000万工程。婚礼当晚，我卷走所有份子钱，连夜出国。后来他们要钱，我轻飘飘一句老公不让给。他们骂我白眼狼、不孝女，我一脸无辜。你们不是拼命催婚吗？我听你们的话，结了。我老公还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让我以后少跟你们这些穷亲戚来往。除夕夜，刚把行李箱放下，二姨的瓜子壳就吐到了我脚边。她上下打量我，眼神带着嘲讽。洛洛回来了，这回带对象没？肯定没有，要有早带回来了。洛洛啊，不是舅妈说你都28了，再不结就真成老姑娘了。我妈在一旁微微陪笑，孩子工作忙。忙什么忙？忙到28还不结婚，我看他就是心野了。过去3年，我给这个家转了127万，房子翻新是我出的钱，弟弟的大学学费是我交的，二姨家表弟结婚借走8万，三舅妈儿子开店拿走15万，至今没还。就因为我没结婚，我成了全家的罪人。这时，二姨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一脸神秘。洛洛啊，二姨给你介绍个好的，王家村那个王强，你记得不？人家现在可有出息了，在县城有房。他是不是进去过？听到这里，二姨脸色一变，随即又堆起笑。哎呀，年轻时候不懂事，出来就改好了。现在开大车，一个月挣7、8千呢。他为什么进去？就喝了点酒，摸了个小姑娘。二姐，这种人怎么能介绍给洛洛？又不是杀人放火，洛洛都28了，还挑什么挑？女人嘛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哼，二姨，这么好的男人，怎么不留给你家小芳？二姨的脸瞬间涨红。见状，三舅妈赶紧打圆场。哎呀，洛洛，二姨也是为你好。你看看你，再拖2年，连这种都找不到了。洛洛，不是我说你，女人这辈子最重要就是嫁个好男人，你再能干有什么用？老了谁给你端茶倒水？我看了眼躲在角落玩手机的弟弟，他上大学的电脑是我买的，每个月生活费也是我给。今年说想考研，我又打了5万，从头到尾他没抬过头。想到这里，我又看了眼缩在沙发上的表姐小芳。她去年结婚，我随了5万份子。二姨说她嫁得好，男方给了18万彩礼，可是她在婆家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只因生的是女儿。好，我听你们的。二姨说的那个王强是挺好，不过我有男朋友了。话音一落，所有人都愣住，我妈又惊又喜。什么时候谈的？上半年，他忙，过年没空来。我们准备正月15在村里办婚礼。二姨和三舅妈对视一眼，明显不信。我笑了笑，没解释。走出堂屋的时候，听见二姨在后面嘀咕：“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”骗就骗呗，我倒要看看他正月15能变出什么话来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抬头看着这栋我出钱盖的2层小楼，想起3年前楼刚盖好那天，二姨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洛洛有出息了，咱们家总算出个金凤凰了。”哼。金凤凰现在变成绝户头了。我拿出手机，给之前投资了一部短剧的男主演员发了条消息：接单吗？演个霸总，正月15 5万。没问题。正月14，村口炸了锅，一排100万豪车的阵容浩浩荡荡进了村，是周彦辰带着我的假公婆来了。亲爱的，等久了吗？他很自然地牵住了我的手，正在我愣怔间，他大手一挥，保镖立刻掀开后备箱，露出一个装满钱的箱子。这是88万彩礼，还有100万5金，都是给洛洛的。我去，不愧是专业的，这入戏速度也太快了。见此情形，我妈愣在原地，我爸差点被金光闪瞎眼。这时，贾公公拿出一串钥匙，这是给2个孩子准备的婚房，独栋别墅，写洛洛的名。全场瞬间死寂。二姨站在最前面，脸色精彩纷呈。我正暗爽时，三舅妈忽然挤了过来：“洛洛，舅妈天天刷手机，现在年轻人可流行租豪车回家过年了。我看这位周先生怎么有点眼熟。”不好，难道三舅妈刷到过周彦辰演的短剧？亲戚们开始窃窃私语，我爸脸色也猛地沉了下来。舅妈不是不信，就是担心你被骗。您说的对，现在骗得多，谨慎点是应该的。说着，他慢条斯理掏出手机，将屏幕转向众人。这是我账户余额，各位看看够不够资格娶洛洛？见此一幕，二姨腿一软，差点跪倒。三舅妈则是涨红了脸，我探头一看，差点没绷住。9个0，不愧是我花5万找的演员。三舅妈，您不是一直催我结婚？怎么我找到归宿了，你又不信了？我们不是不信，就是太突然。这么有钱的人家，
咋会看上咱山沟里的姑娘？哼，表姐能上架，我就不能。没记错的话，表姐结婚的嫁妆是借我的吧？说撑完场面就还，到现在影儿都没见着。二姨张了张嘴，一个字说不出来。看样子是气疯了，毕竟她口中的有钱人，说到底就是个养猪的，跟我租的霸总比起来，差远了。我转身进屋，爽到飞起。等着吧，这些年你们吸我的血，正月15我要连本带利，一滴不剩的讨回来。正月15，周彦辰包下了镇上最好的酒店，摆了20桌，亲戚们陆续到场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他们递来的份子钱，不禁皱紧眉头。我这些年借出去的钱加起来小100万，可是今天他们随的份子加起来还不到3000块。洛洛啊，二姨最近手头紧，你别嫌少。不嫌。你表弟的店最近生意不好，等周转开了再给你补。洛洛现在嫁得好，还在乎这点小钱吗？人家老公资产几十亿，8根汗毛都比咱们腰粗。大姑说笑了，大家能来参加婚礼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真是一群白眼狼亲戚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把借的钱全都吐出来。婚礼进行到一半，我起身去洗手间打了个电话，故意让自己的声音能被往这边走的二姨和三舅妈听清楚。喂，老公啊，亲戚们太客气了，给的份子钱我都不好意思收。什么？你说要根据份子钱的多少双倍返还？哎呀，你太好了，那我回头统计一下，谁给的多你就重点关照谁家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我挂了电话，转身差点撞上正躲在拐角处的二姨和三舅妈。三舅妈眼睛发亮，一把拉住我。洛洛，刚才你打电话说的双倍返还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听到了？哎呀，我老公就是爱显摆，说既然娶了我，就不能让亲戚们吃亏。他说了，今天大家给的份子钱他全记着，回头按金额双倍返还。而且谁家给的多，他就优先帮谁家解决问题，安排工作、投资、开店都行。听到这里，二姨和三舅妈对视一眼，眼里全是算计。那个洛洛啊，你二姨夫最近身体不好，家里确实紧吧？刚才那200块是少了点，二姨再补点行不？二姨，份子钱就是心意，哪能补啊？不过你要是想加，我可以偷偷记上，回头告诉我老公。我也补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拿钱。三舅妈，别急，婚礼还没结束呢，你们慢慢准备，晚上之前给我就行。二姨和三舅妈连连点头，一溜烟跑了。我站在走廊里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慢慢收起笑容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补多少。回到大厅，我继续笑脸迎人。没过多久，二姨就回来了，把我拉到角落。洛洛，这是5万，你拿着，刚才那200不算，这个才是正经份子钱。二姨，这太多了吧？不多，你表弟那个工作，你可得上心啊。二姨以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发达了，可不能忘了你表弟。二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跟老公说，让他优先安排表弟。看着他满脸堆笑的样子，我想起去年他儿子找我借钱，说是急用，1个月就还，到现在1年多了，毛都没见着。二姨刚走，三舅妈就挤过来了，她递过来一个更厚的布包，手都在抖。洛洛，这是8万，我跟你三舅借遍了亲戚才凑齐的。小军那个月薪15000的经理岗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三舅妈，你对我真好，我记着呢。小军的事包我身上，我之前垫了20万买房钱给他儿子，到现在1分都没还过。听到我的承诺，三舅妈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大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凑过来了，她一把推开三舅妈，把一个大红包塞进我怀里。10万，洛洛，大姑以前嘴碎，你别计较。你大伟哥那个工程，你一定帮忙问问，最好能接个几千万的大工程。大姑，你这么大方，我老公肯定高兴。大伟哥的事，我让他亲自跟进。大姑连连点头，兴奋的满脸涨红。消息传开后，之前借钱不还的那批人全都上赶着来送钱。婚礼当天，我收了整整72万礼金，算了算，借出去的债差不多回来了。周彦辰演技很好，敬酒的时候挨个喊人。大姑抹着眼泪，一脸虚情假意。洛洛嫁出去了，我们这些当长辈的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就是以后小周就是自家人，有什么事互相帮衬。酒席散的时候，二姨拉着我，洛洛，你什么时候回护城？带我儿子一起吧。我儿子也一起啊。你们开车还是坐高铁？开车，明天一早启程。那让他跟着你们，路上有个照应。当天晚上，我和周彦辰拿着所有份子钱悄悄开车离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即将登上出国的飞机，刚过安检，二姨的电话就来了。洛洛，你们几点走？我儿子收拾好了。二姨，我们已经离开了。电话那头安静几秒，随即传来歇斯底里的咆哮。什么？你们走了？不是今天走吗？公司临时有事，就提前走了。那我儿子呢？工作的事呢？二姨，周彦辰的公司最近裁员，不招人了。什么？他亲口说的，说让我们去找他。那是场面话，你也信？二姨气得说不出话。三舅妈抢过电话，那我儿子呢？你不是说包吃包住底薪1万？舅妈，那是彦辰喝多了说的醉话，他公司我都进不去，哪能安排别人？你们
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，马上要上飞机了，我还要和燕晨度蜜月呢。我挂了电话，看向坐在我对面的周彦辰。5万块已经转给你了，按理说我们的交易到此结束了，你不走？我的航班在下午。我点点头，低头继续刷手机，心里盘算着到了 A 国先去哪儿玩。72万扣掉给周彦辰的5万，还剩67万，加上我原本的存款，够我潇洒好几年。至于那帮吸血鬼亲戚，让他们去死。思索间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我直接挂断，又响，再挂，第3次我接了起来。妈，怎么了？洛洛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你二姨说你不见了。我和我老公去度蜜月了啊。度蜜月？你表弟还等着跟你们一起去护城？哎呀，计划提前了嘛，以后家里的事就别找我了。你说什么？电话那头传来我爸的怒吼：“把电话给我，洛洛，你立刻给我滚回来！那些份子钱呢？”份子钱当然是带走了啊，那是我的婚礼份子钱，怎么了？你二姨他们给了那么多，你凭什么全带走？爸，你算算这些年我借给二姨家多少，三舅妈家多少，大姑家多少，还有小舅、三叔、四婶，加起来小100万。今天他们给的份子钱加起来72万，我还亏了呢。那是两码事。怎么是两码事？借钱不还的时候，你们谁帮我说过话？现在我把自己的钱拿回来，你们急什么？你这是欺诈，我要报警。好啊，去报，正好让帽子仔细查查，到底是谁欠谁的钱，借条我都留着呢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我挂了电话，关机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一群跳梁小丑而已，我自己能搞定。他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我以为关机就能清静，没想到刚到 A 国，麻烦就来了。开机后，家族群的消息就炸了。洛洛，你这个白眼狼，骗我们的钱，你不得好死！必须报警，这是欺诈。我就说她那个老公是假的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各位长辈，说话要讲证据，份子钱是你们自愿给的，我逼你们了吗？那个周彦辰根本不是你老公。不是我老公是谁？我们可是办了婚礼的。婚礼是假的，你们根本没领证。没领证怎么了？现在流行先办婚礼后领证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你等着，我们去找你，把钱还回来。来啊，我在 A 国，机票自己买。我发完这句直接退群。我在 A 国首都玩了3天，每天在社交软件晒晒美食美景，但是评论区却莫名其妙出现了各种谩骂。骗子，还钱！为了钱连亲戚都骗，良心被狗吃了。这种人就该去死！说我骗钱，证据呢？份子钱是自愿给的，没人逼他们。骂声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人公布出我的公司和住址。就在事情逐渐失控时，一条假扮总针演员骗婚捞金72万的热搜突然窜上来。我点开，是一个营销号发的视频。视频里，表姐小芳正对着镜头义愤填膺：我表妹洛洛为了骗亲戚的钱，专门租了个短剧演员假扮霸总。那个男的叫周彦辰，就是个18线小演员。我刷短剧刷到他了。下面配了几张周彦辰演过的几部短剧海报，评论区瞬间炸了。我去，还有这种操作？为了钱连亲戚都骗，这女的绝了！72万啊，够判多少年？这属于欺诈。小芳这个蠢货，自己婚姻不幸福，就见不得别人好，在婆家大气不敢喘，现在倒有胆子跳出来咬我。手机疯狂震动，各种陌生号码打进来，我全部挂断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编辑某博，还附上了借条截图。第一，份子钱是亲戚自愿给的，不存在欺骗。第二，我这些年借给亲戚的钱近100万，今天拿回的72万，连本都没回。第三，谁在造谣？审判庭见，清者自清，网友不会管真相，他们只想要一个发泄的出口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敲门声吵醒，来人是酒店服务员，他递给我一份报纸。女士，这是今天的财经版，有人让我转交给您。我疑惑的接过，低头一看，心里咯噔一跳。头版头条：深蓝资本创始人周彦辰声明，本人身份属实，与洛洛女士系正常恋爱关系，将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。下面是周彦辰的照片，气场强大到让人窒息。我颤抖着手往下读。近日，网络上出现关于本人与洛洛女士的不实传言，严重损害我二人名誉。本人严正声明，深蓝资本确系本人创立，管理资产超50亿。此前参演短剧仅为个人爱好，与洛洛女士相识于投资洽谈后确立恋爱关系。对于恶意造谣、网暴洛洛女士的相关人员，本人已委托律师团队，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我花5万块租来的短剧演员，竟然是真霸总！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周彦辰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看到了，你真是霸总。”那为什么要接我的单？他们骂你骂得很难听，我看不惯。我握紧手机，心跳莫名加速。周彦辰，我不用谢，
不过如果你非要感谢的话，我想提一个要求。什么？给我一个追你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追你，从见你第一面开始。第一次见面是在短剧片场，我去视察投资，他正好在拍戏，我随口夸了一句演得不错，他当时没说话。你是认真的？我从来不开玩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忽然笑了。行啊，那你来追吧，追得上算你有本事。挂了电话，我点开自己的某博，发现舆论已经彻底反转，转发量已经破10万，评论区彻底炸了。所以洛洛根本没骗钱，他只是拿回自己的钱，而且还没拿完，97万才拿回72万，还亏25万呢。那些亲戚还好意思报警，欠钱不还还有理了。笑死！二姨不是说洛洛是绝户头吗？现在人家真的找了个50亿霸总，谁绝户还不一定呢。三舅妈造谣人家不能生，现在人家老公站出来护妻，打脸不疼吗？我看着这些评论，心里一阵畅快。但这还不够，我打开微信，重新加入家族群，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消息疯狂刷屏。洛洛，那个周彦辰真的是霸总。洛洛啊，舅妈就知道你有出息，那个经理岗的事。洛洛，大姑以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个工程的事儿，洛洛，什么时候带女婿回来看看？女儿，妈就知道你有福气。各位长辈，我老公说了，你们这些穷亲戚以后少来往。还有，他瞧不起我们这些穷酸人，让我以后别回去了。我也觉得有道理，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嘛。洛洛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二姨，你当初说我是绝户头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三舅妈，你造谣我不能生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大姑，你阴阳怪气说我赚再多钱也没用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现在知道我老公有钱了，就想起来是一家人了。晚了。发完这句，我再次退群，然后打开某博，发了一条新动态，感谢周总澄清。至于某些人欠钱不还还造谣，律师函已经在路上了。评论区瞬间一片叫好，爽，就该这样，那些亲戚活该，洛洛姐威武。等等，只有我想磕 CP 吗？霸总为爱下场手撕亲戚，这是什么梦幻爱情？我看着这条评论，脸莫名有些发烫。3天后，周彦辰出现在酒店楼下，他手里捧着一束花，帅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周总阵仗有点大啊。不喜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猜的。接下来去哪儿？还没想好，可能去滑雪，可能去看海。一起。周总这么闲，公司不用管了？公司有员工，我只需要管你。这男人说起情话来，怎么跟谈生意一样自然？行啊，不过先说好，追我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知道。我脾气不好，记仇，小心眼。我知道。我那些亲戚以后可能还会缠着我。我来处理。我愣了一下，看着他认真的眼神，忽然有些恍惚。这些年我一个人打拼，一个人扛下所有，给老家盖房，给弟弟交学费，借亲戚钱，被催婚，被造谣，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来处理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普通人的人。在片场，其他人要么怕我，要么捧我，要么想从我身上捞好处。只有你，真的只是在看戏。我回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如此。当时我只觉得这个男人演技不错，完全没往其他方面想。后来你说想做男友，我觉得机会来了。本来只想演一场戏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更有趣。哪里有趣？骗亲戚钱的时候，手法粗糙，但胆子很大，我喜欢。走吧，去滑雪，我让人订了酒店。说着，他牵住了我的手，我想抽回手，但他却握得很紧。周彦辰，我还没答应你呢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追你。阳光洒在他脸上，那双演过无数深情戏码的眼睛，此刻盛满了真实的温柔。这趟 A 国来的真值，不仅拿回了钱，还捡了个真霸总。滑雪场很美，美到让我觉得不真实。就在此时，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接起来。爸妈让你回来一趟，亲戚们都在，他们要把事情说清楚。说什么？说我骗婚欺诈？姐，你别这样。二姨他们天天来家里闹，说要把房子卖了还债，爸妈都快崩溃了。那是他们的事。姐，你真的不管家里了？小杰，这些年我给家里的钱，你用过多少？我话音一落，电话那头顿时安静了。你的学费、你的电脑和生活费、你考研的钱，这些加起来少说20万。你从来没说过谢谢，也从来没帮我说过话。二姨逼我嫁给王强的时候，你在玩手机；爸骂我的时候，你躲在角落。现在他们来闹，你想起我了？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晚了。晚上我喝了几杯酒，话多了起来。周彦辰，你说我是不是太狠心了？不觉得？那是我家人。他们把你当家人了吗？洛洛，你对他们已经够好了，好到让他们觉得理所当然。现在你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需要愧疚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我妈，我直接挂断，但很快一条短信进来了。洛洛，妈求你了，回来一趟吧。你二姨说要跳楼，三舅妈进了医院，大姑天天来家里哭，妈真的受不了了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微微发抖。想去就去，我陪你。你不怕麻烦？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。好，
回去，但不是现在，我要让他们再挤几天。听你的。1周后，我和周彦辰回国，直接出现在家族聚会上。二姨、三舅妈、大姑、我爸、我妈、我弟，还有几个旁系亲戚，全都愣住了。洛洛，我妈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扑过来想拉我的手，我侧身避开，走到主位坐下。周彦辰跟在我身后，气场强大到让所有人不敢说话。不是要调解吗？说吧，怎么调解？二姨脸色变得又变，最后挤出一个笑。洛洛啊，二姨就知道你有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的对象。打住！上次你说我是绝户头，现在又说我有福气。二姨，你变脸比翻书还快啊！洛洛，以前的事就别提了，咱们往前看。三舅妈，你欠我的15万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洛洛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爸，这3年我给家里赚了127万，现在我拿回来72万，你们说我欺诈？那是份子钱。行，那咱们算算账。二姨给我5万份子，欠我8万，净欠3万。三舅妈给8万，欠我15万，净欠7万。大姑给10万，欠我12万，净欠2万。我一个个数过去，每说一个，那人的脸色就白一分。算下来，你们还欠我25万。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去审判庭，你们选。洛洛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至于吗？你逼我嫁给王强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你在网上造谣我骗婚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洛洛，大姑知道错了，那个工程的事，大伟哥那个工程我查过了，根本不存在。你骗我说垫资12万，其实全拿去打牌了，对吧？所有人面面相觑，显然不知道这件事。至于三舅妈，你儿子那个店早就倒闭了，钱全被你拿去给你弟弟买房了。二姨，你儿子那个工作根本不存在，你拿我的8万给你女儿小芳买了金首饰，哄她开心，对吧？所有证据我都有，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审判庭见。洛洛，二姨真没钱，你表弟要结婚，小芳在婆家受气，二姨也是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所以来吸我的血，给他们下了最后的通牒。我走出酒店，爽了？还没完呢，他们欠我的25万必须拿回来。已经拿回来了。周彦辰拿出手机给我看银行转账记录，总共25万，一分不少。我让人查了他们账户，冻结了一部分资产，他们怕主动转的。我说过，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，以后这种事交给我。我眼眶有些发热，这些年我一个人扛了太多，第一次有人站在我身后帮我解决所有问题。远处夕阳正在落下，将天边染成绚烂的红，我知道属于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